大家好，2022年是个角人元年，这个说法已经成为了现实了。因为资本无法进入现实，现实无法照亮梦想，大家伙就只能通过不可能的一种放飞魔幻的方式，去诠释空灵世界的美好和理想家园的渴望。这个世界肉眼可见的已经是越来越混乱了，美好的人、美好的事都无法独善其身了，角人只是一个缩影了。现在赵丽颖的坚持和王一博的努力，就像是折射娱乐圈的两大看点来的。每个人现在都只是时代起落的一颗尘沙，貌似无足轻重。然而，我们承载的爱与情怀、感动、斗志以及力量，却能一代一代的不断的传承下去。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每个人生下来都会不同。赵丽颖、王一博都有各自各的迷人的地方和精彩，很明显呢，他们也有各自各的局限和不足。例如，这两个人反反复复被人诟病的那些学历的话题和出身的话题等等等等。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种貌似约定俗成的世俗的眼镜，的的确确很有伤害力。很容易挫伤了一个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和积极性。那么您说说看，他们是如何填补不足、碾压歧视的呢？或者说靠着什么样的一股力量走到了现在，走向了巅峰的呢？老实说，每个人的路都有着不同的开端，都会因着各种的长相、天赋、秉性、家庭等等的因素，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的影响，而且呢，还都是足以影响一生的那一种。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一种既定的事实。然而呢，这些先天性的条件，却又往往会因着每个人的后天的不同的选择，而产生出来了差天同地的异常巨大的人生轨迹出来和命运变化出来。对于王一博而言，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在异国他乡当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去最终的出人头地。同时，他也选择了去无视自己心肌炎所带来的那些的心理压力和潜在的危险。这也让他的人生轨迹逐渐的曲折延伸到了一个真实梦想的那头了。这就是抉择的力量，乃至于后来那些个被迫红油漆、8天8夜等等等等的曲折的故事和风波的桥段，都成为了这条抉择路上、梦想路上的过程插曲了。同样的，赵丽颖人生路上的插曲也特别的多。比方说，现在这条拼命转型的道路上，她的尝试和汗水、努力和认真，同样是面临着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压力、非议和测试。日前，网络播放平台所发布出来的预约数字，就给赵丽颖带来了不小的心理上的舆论压力。迪丽热巴的《与君初相识》预约人数现在是72.4万，而赵丽颖的《幸福到你家》预约人数则是63.5万。于是乎，这两个数字相比之下，似乎今年刚刚进入到30岁的这个迪丽热巴，风头似乎已经压过了赵丽颖了。似乎杨幂兵分两路的那种押宝的方式，果然初显成效了。因为赵丽颖的剧比迪丽热巴的剧，单从预约人数的字面上去看的话，的确少了接近10万之多。那么这个10万预约上的差距，是不是表明了赵丽颖正在被长江后浪推前浪了呢？答案是角人这两个字。您知道作为5人的王一博又是如何扛打扛摔，从选拔优秀而且相当残酷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的吗？
要知道，无论同龄人还是隔代人的那一种竞争和压力，虽然都各有不同，心态也会不同，但是呢，结果却是大致相同的。大家伙儿现在都知道了，王一博招牌的永不服输、永不言败的个性，是最终成功的那个最大的密码所在了。你又知道藏在了这个密码背后的最大的动力又是什么呢？说到这，你又发现了没有呢？王一博一直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了舞蹈，他放弃了很多的东西。他到现在为止依旧不喜欢走那些传统的路线，依旧很喜欢去尝试摸索着自己独特的精彩。这种以万变应万变的心态，让他在各式各样的竞争当中总能够绽放出来独特的笑容出来。因为他早已经通透了，早已经做到了知世故而不世故了。所以无论现在还是10年之后，可以想象的是，王一博的眼里依旧会有星辰和大海的。只能说预约数字压力下的这个赵丽颖，其实一直都在思考着狡兔三窟的剧本的选项。古偶剧注定比现代剧容易接受，吃香不假。然而呢，赵丽颖的现代剧其实已经证明出了一点了，那就是受众群会更加的广泛的。我已经专题的聊过的了，近10年来的影视剧市场，古偶剧总是那么一块不怕翻炒的大肥肉来的。很多演员都是凭借着这种无需大量烧脑的纯爱题材而一炮而红了，包括赵丽颖她自己，以及杨幂、李易峰、龚俊等等。这至少说明出了一点，说明了古偶万年不衰的4大优势了。这4大优势也就是题材单纯、立项容易、过审简单、观众爱看。最大的红利就是捧红演员也是特别容易的那一种。而实话实说的话，古偶剧的受众的群体我也聊过的了，这个群体比较受限，大部分的男性观众其实都不爱看，而大部分的老年的观众其实也不喜欢，只有少女、轻熟女、中青年的妇女们比较喜欢看。于是乎，大火的情况通常都是先在这些人的人群当中先火起来了，然后呢，烽火燎原，这些明星的知名度便扩大开去的了。说到这，您也就明白了吧？当迪丽热巴的古偶剧预约人数完全超过了赵丽颖的时候，这现象其实很正常，因为这种题材本来就是热衷刷剧的女性观众们的最爱了，所以呢，预约狂潮就会水到渠成的了。而赵丽颖的《幸福大管家》可是一部非常严肃题材的现代剧来的，完全是现实生活的真实的反映，所以呢，注定了它的受众群会更加的广泛的。也就是说，男女老少都会看，年轻人看了可以长一长经验，长一长见识，而老年人看了可以忆往昔，峥嵘岁月，而中年人看了之后更加有代入感、共鸣感，因为岁月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呢，幸福现在是越来越重要的了。说到这，《与君初相识》是迪丽热巴和任嘉伦联合主演的，而赵丽颖的《幸福大管家》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在扛的，这其实很重要。
之前我已经专题聊过了一些关于幸福的干货指数，特别值得您去参考一下，去借鉴一下。总之，这两部剧现在都被业内视为潜在的爆款剧。那么谁先爆开的话，的确值得拭目以待了。爆与不爆，其实就像风起楼阳和谁是凶手一样，有时候真的是想不到的那一种。让人看到了努力，其实就对了。就像赵丽颖的眼神杀绽放，让不少的人看到的，其实更多的都是赵丽颖的用心和十足的热爱，这就够了。在《陈情令》大火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王一博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了。他不停地寻找着机会，他不停地狂虐着自己，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了。因为他就是属于外冷内热的那种狮子座的性格，所以呢，嘴硬心太软，人狠话不多，这就是他的写照了。而这个狠字其实就是对他自己的一个狠来着。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千载不变的道理他其实很懂。于是乎，其他的艺人们都喜欢走讨巧的路，因为这条路就无需对自己狠了。所以呢，这些人让自己的笑容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少了许多可爱动人的单纯感出来了。但是王一博呢？王一博依旧单纯，依旧初心，所以他的笑都是那些可以看得出笑得出括号的那种灿烂的感觉，背后其实都是非常真切的感染力来的。当然了，笑不笑得出来也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缺一不可的。比如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原本就是非常非常适合合家欢的那种快乐春节剧，如果没有北京冬奥盛会，如果没有年度正剧之王，这部剧原本就可以在春节档喜庆播出的。这本来就是剧组的原定的预期和定位来的。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为政治任务让路也是艺人们的无奈来的。于是乎，赵丽颖的笑容也要退后的了。现在赵丽颖又要面对绞人的笑容了。与君初相识的预约人数达到了 72.4 万，无疑这是绞人的功劳来的。该剧讲述了育灵师或者说驯角师纪云和与绞人长义这两个人从互相排斥到彼此相爱，再到冲破束缚，最终终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一起去携手守护天下苍生的非常非常完美的故事。毫不意外的，该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一角记》，而李易峰的《镜双城》同样的也是这种绞人的题材。类似的还有杨幂的《狐珠夫人》和肖战的《玉骨遥》，这其实就是今年绞人的笑容了，其实就是元年的开启了。这种绞人主打的剧情，现在无疑已经成为了影视剧行业、影视剧市场的香饽饽来了。人类与绞人这些跨物种的闹心虐恋和非常不可能的奇情脑洞，真的是卖点随意有，泪点任君挑。因为丝毫都不可能去触碰政审的底线的，所以呢，小众的题材真的是可以做大了文章出来。不过呢，尽管杨幂、陈伟霆、李易峰这些个大牌巨星已经是亲情的演绎了，而狐珠夫人和镜双城依旧是
口碑麻麻，尽管播放量其实很好看。与君初相识如果成功爆出蜜汁出来的话，那么恐怕今年的角人 CP 又会一窝蜂的大干快上的了。您说说看，赵丽颖、王一博趁热来一回有匪二之角人的流量，那么上能犯否呢？现在单单目测任嘉伦和迪丽热巴这一对擅长炒热度的 CP 体质，现在预热就已经是这么热辣的了，的确有开启元年的可能性在里面了。不过说实在的，角人再热，王一博9成9的可能也不会回头吃草的，这是由他的气质决定的。王一博但凡对热爱的事情投入了，就会拼尽自己的全力，誓不回头的。而众所周知的，现在的他在易烊千玺主流的道路之上，已经是策马扬鞭了，已经是不会再去考虑流量方面的问题的了。王一博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真实纯粹、敢想敢做、九死而不悔的人。抛开这点的不可能性，其实在新闻我与别不同的眼里，王一博本尊多多少少都拥有传说当中的角人的特质。话说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名作《锦瑟》当中，沧海月明珠有泪，指的就是角人了。所以说你有看过多少次王一博轻弹男儿泪的时候呢？真实的王一博一边可以做个话少活多的冷场王，一边呢又可以做个怕黑怕鬼怕虫子的小王子。而这种完全现实版的呆萌角人，一直都在激发着体感粉丝们的保护欲。这个说法你说对不？这样的现实版的角人有够意气风发的，有够鲜衣怒马的，喜欢的人都会一直深陷进去的，不喜欢的人都会一路抹黑下去的。这就是一个相当现实的真实社会存在了。生活在真实的社会当中，就必须得放下真实的心态，去追求真实的梦想。比如赵丽颖的转型梦，转型阶段呢，现在的她粉丝基数依旧是热情不减，依旧是真爱相随。肉眼可见的，这次预约的人数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真爱粉丝。大家伙都在期待着他的成功转型之作。可以说，预约人数里面肯定没有那些拒绝预约的老年观众们，也没有那些拒绝做数据的性情观众们。大家伙只会憋着一股劲儿，等到真正播出的时候才会最后的亮出，不遗余力的支持出来。另外一边厢貌似不错的与君初相识的预约人数，其实应该对半分。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该剧是由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两位大主演共同刷出来的结果。换句话说的话，就是这两个人的人气加在了一块儿，才会有了这个数据的。所以呢，反过来换算成这两个人各自的号召力的话，平均下来，这两个人每人就是36万了。而一个人扛剧的赵丽颖，则是凭借着一己之力扛起了整个的数据。
一个人的数据 PK 了2个人的数据，结果看起来还是很好玩的。2022年依然是赵丽颖非常扛打之年，同样的2022年也绝对是王一博非常扛打之年。一向都喜欢冒险的他，肯定会马不停蹄的安排好今年的新节目，今年的新项目。要知道他在小的时候就已经笃定了心智，喜欢跳舞，于是乎他的爸爸妈妈就爽快的给他报了学习班，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精研跳舞。于是乎经过不分昼夜不负韶华的刻苦的练习和不断的探索，最终成就了他今天酷炫无比的舞技和舞台。跟着呢，滑板、摩托、电竞等等，他总会不断的挑战着自己的极限，挑战着各式的风雨。无论2022年还是2032年，他都会一路证明着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年少轻狂，我只知道什么是胜者为王。因为不断挑战自己人生的人，总会拥抱和亲吻到那些不一样的精彩的人生的。在新闻我老是与别不同的眼里，2022年注定已经充满了比去年更多的未知数和转折点了，而且只会更多的，多到大家伙完全想不到的，而且是颠覆三观的那一种。就像那些拼命的鼓吹乌克兰和基辅应该尽早的向血腥和恐怖投降的人一模一样，算是完全的颠覆了正常人类的想象力了。这些人说白了，就是在鼓励着人们跟困难妥协，向挑战屈膝，向命运投降，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这态度和汪精卫的汉奸的态度也是一模一样的。说到底，为什么当年要跟日本人打仗呢？一早投降了，历史不就轻松改写了吗？于是乎大东亚共荣圈不就彻底香了吗？这个时代已经变得千奇百怪了，立定心智迎接挑战，叫板命运的人已经是买少见少的了。现在的赵丽颖说实在的很不容易，幸福到万家现在最大的流量只有赵丽颖她自己的，其他的那些老戏骨基本上都没有流量的帮补。可以说有些坎坷依旧不屈的赵丽颖，今年依旧独挑着大梁，扛起了这部剧的收视大旗。她以一己之力创造出来了 63.5 万的预约数字出来，这实属不易，无需苛责。只要这回转型成功，那么粉丝们的不离不弃就是他最好的加冕和冠冕了。日后赵丽颖的青衣发展更加是雨后阳光，照亮胸膛的了。而王一博即便挑战依旧，然而呢，别人在拼命效仿他的流量路线的时候，王一博本尊却已经早的把流量统统都转化成为了正能量。加油2022，新闻我期待年底会花开。